Hello， 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彼得潘的无市场教学系列。在上一集之中，我们学到了变速的原理，还有在什么时机需要变速。今天我就是要用实战的练习，来跟大家亲自演示一次该怎么变速。所以说，今天就让我用乌来 TT 来教大家如何变速吧。Let's go！今天感觉骑个2-3就差不多了。今天又是我们例行性 Cycle Ride 台配的训练约期，而今天人虽然不多，但还是跟大佬们练车的一天。彼得潘今天要用乌来 TT 跟各位实际演示该怎么最大化变速的效能。在上一集已经跟各位说明变速是什么，以及变速手势、时机还有各种技巧了。但学完这些，一定需要上路实际操作才会熟练啦。而今天我们就要用一场热血的乌来计时。透过丘陵地形频繁的坡度转换来带大家了解变速究竟对你的骑乘有多大的影响。在本集影片中，更会教大家如何用更少的力气达到更快的速度哦。让我们一起继续看下去吧。这边就正式开始计时了。先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的配置。我今天使用的是 SRAM Force eTap AXS 12速的变速系统。整体来说并不是最高级的配置，但就算如此，还是能用技巧来弥补一些变速系统上的不足。而我常使用的齿比配置是48-35大盘配上10-36飞轮，这样的齿比范围大约落在4.8到0.97上下，同时可以兼顾爬坡与平路。但最近有点想把大盘改大一点了。回归正题，刚刚介绍完今天的变速套件之后，我们要来介绍一下地形。新店到乌来桥是一条总长13.2公里的丘陵计时路段，是我们平常很常训练的一个路线。我会将这条路线切为3个比较重要的阶段，分别是一入坡时遇到的第一个小坡，大约1.5公里上下；再来就是第一段长为2.5公里的爬坡，中间又有一段稍微陡一点的部分，最陡的部分约10%出头；再来经过一段下坡加平路，就会面临第二段重点爬坡。也就是乌来彩虹桥到坡顶圣元寺的部分，这段不到2公里，但却常常是影响计时成绩的一大关键。最后一段下坡结束后，就会进入乌来计时的最后阶段，用一个200公尺的爬坡冲刺来结束这回合。进入计时起点，这边入坡速度大致上会维持一致，所以我在找到一个合适的节奏之后，就没有一直变速了。这边想提点一个省力的小技巧，因为变速切动时都会短暂离开原本的齿片，因此在每次的变速都会有些微的力量被消耗掉，所以很多人常常说变速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让踏频维持一致。其实这个说法并没有错，但并不是说要永远维持90转哦。这个一致的踏频可以是一个范围，像是我在平路计时的时候，都习惯将我的踏频维持在100到110。所以只要我的齿比配置可以让我在输出时能同时维持功率与踏频，就没问题咯。再来，刚刚冲完第一个坡，过了1分半钟，接下来下完眼前这个小坡，就要进入第一段主要爬升段了。这边我做了一件事，提前预判我的速度，并做相对应的变速。我知道我接下来要超车，一定会加速，所以在空踩时先变重2档。在下一个瞬间要超车时，第一脚可以踩轻一点，确认变上去之后再爆加一波。这么一来就不会落入你想要加速却马上空踩的窘境，这样会没办法及时给出自己想要的加速效果，而且在变速的同时加瓦，更可能导致链条张力过大，延后链条上下齿的速度。总而言之，就是要提前预判你接下来的速度会怎么变，这样就可以轻松掌握不同的地形起伏。这边就是第一段爬坡最陡的部分，我知道等等可能会用到小盘配上最后2-3齿的组合，因为在陡坡时，我们需要比较小的齿比才能克服较低的速度，因此我这边提前在放缓的时候先变重1齿，确认变上去之后，马上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切小盘，再重播一次。
你们可以发现，这个变速的过程几乎没有影响我的输出，让我顺利的在入坡前找到一个目前合适我，而且可以弹性面对接下来陡坡的档位。为什么要先变重1尺呢？详细原理在上集已经介绍过了，如果想知道的，也欢迎再复习一次哦。如果你们已经看到这边，千万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下次有无私堂教学系列的时候，你们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并且学习到许多新知识。那如果各位还有什么想看的教学系列，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说，超级感谢的留言我会优先考虑，感谢大家的支持哦。在刚刚讲完大盘切小盘的时机之后，这边切换回大盘的技巧也是一样的，在瓦数稍微放缓一些的时候，迅速切换回大盘，等待链条正确上到大盘之后，再继续加瓦。顺利的干完第一段坡，看到我的心跳在这时候已经突破每分钟190下了，真的是要吐了欸，心脏差点没从嘴巴里滚出来。我们也成功将排行榜前几名全部刷下来，用4人轮车的力量继续往我们的目标迈进。下坡就比较简单咯，因为这边都是时速约每小时50公里的下坡，因此也不需要太勤于变速。我这边只要尽可能的省力，让我的心跳恢复到正常水平，等等就可以继续爆靠一轮了。带一个260就好，不用太高。我带一个270就好了。最后一段魔王来了，这边即将要迈入最后一段1.8公里的爬坡，历经前面这么多300瓦到400瓦的轰炸之后，这边还剩多少，真的就很考验人了。但因为这边变陡，又很害怕常常在陡坡攻击我的冰淇淋再次在这边攻击出去，所以为了准备好，我预先用同样的技巧变成小盘，先预备一个比较高的踏坪。这么一来，若有人攻击出去，较高的踏坪会有比较灵活的反应力，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在第一时间跟上。不过这边看起来他也在挪了，所以我就继续用正常靠坡的方式跟冰淇淋一起合作前往终点。快点快点，帮我下。过第2段坡顶，虽然我是用电子变速，但你们其实可以从我前面下坡的片段发现，我真的很少会在骑车的时候用到连续变速的功能。我都是用连续按压的方式来执行连续变速的效果，因为这种方式可以让你齿比的变换比较连续，更容易让变速精准的在你想要的时刻变到合适的位置。就让我们继续努力，往我们目标乌来 TT Sub 23继续迈进吧。我全力带啊！
感觉如何？今天这个丘陵的骑到一半膝盖要酸了，膝盖要酸了。那你觉得这种丘陵跟一般爬坡有什么不一样？这是丘陵。对啊，是丘陵啊。哦，就下坡的时候我太烂了。下坡，你觉得今天是下坡问题？对。那跟车嘞？跟车差很多哦。跟车也是有歪掉。对。OK， 那廷宇觉得今天如何？前面有3个大大帮我破风啊，很爽。是有。那这个假日型车手，你觉得如何？今天你是第一个到的欸，轻轻松松，轻松，好猖狂啊！不练车了啊。好啊，今天我也是成功突破自己，我今天也是骑了我自己的 PR，22分，应该是22分40几吧，回去再看 Strava 是骑多少，但是理论上应该是有进前10名，不错不错。看完这2集变速教学之后，我相信大家已经完全的掌握变速的技巧还有诀窍了。然后在这边，彼得潘也诚挚的欢迎大家来参加 Cycle Ride 台北的团练，保证你可以在我们团练中学习到不同的骑乘技巧，还有一起变强。期待下次在团练中看到你。我是永和彼得潘，大家下次见，拜拜，拜拜。